舌尖上的享受，最虚幻，也最实在。爱吃这件事情绝对会比较幸福的，有錢又中意，窮嘅又中意。有人寻寻觅觅，有人独孤求败。有些味道广受欢迎，有些味道只属于少数人的偏爱。真的好吃的这个啊，我们本地人也很喜欢做这道菜。在味道的江湖里，从来就没有唯我独尊。越是交锋碰撞，越能激荡出意料之外的精彩。秋风渐起，地处亚热带的中山，只拥有非常短暂的秋天。大街小巷牛杂包的招牌都一下子亮眼起来，是到了起锅开包的季节了。加多1斤牛杂吧，好不好？马上给你加。OK。小慧和朋友接手这家牛杂店刚满1年，原本只是想小试身手的她，没想到自己一踏足餐饮江湖，就选择了困难模式。那当时我会想说，如果我接的话，那我肯定要从源头开始，然后自己拿货啊，自己煮了汤啊，然后原本把它做出来，那个口味我们自己能够过关，那才能推出去。这个可以，好吗？既然选择了从头开始制作牛杂，就注定了每一道工序都很繁琐。第一步的清洗就是关键步骤，招数用尽，都是为了去除膻味儿。第一次把那个牛杂拿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个人很崩溃的，它是很黏的，然后里面有很多草什么的。那我那时候，就我们一边洗一边就是苦中作乐，就会说黏黏糊糊的一堆异形啊。卤汤的香料不下20种，既有常见的小茴香、八角、桂皮，也有小慧从网络搜罗来的罗勒、鼠尾草等等。各种香料的配比，既有惯常的克数要求，也要看个人的口味偏好。直到把料包投入锅中，繁琐的前期工作才算告一段落。牛筋富含胶原蛋白，为一锅牛杂包带来浓稠的胶质，需要炖煮的时间最长，约需1个半小时。牛肚、牛肺、牛肠等炖煮的时间各不相同，熄火后还要再焖1夜。如何让牛杂更入味儿、更软烂，是各家牛杂店一较高下的秘籍。牛杂每一个部分它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部分的香它要凸现出来，然后让你觉得哦，我是在吃牛杂，但我不是只吃那个汤汁的味道。吃牛杂包一定少不了萝卜，讲究的是萝卜要有牛杂味儿，但牛杂不能有萝卜味儿。于有些食客而言，对萝卜的热爱甚至超越了牛杂。萝卜牛杂，萝卜牛杂嘛，多年以来的经典配合嘛，这个是肯定的。这个也是为你而才做的。咖喱与牛杂的相遇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小慧经过了很多次的实验，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。就是咖喱的本身的香味会比较低一点，那我又会想说，哎，要不要把印度的做咖喱的方式融合进来？来，举着手
我们最新的咖喱，试一下啊，尝一下。哇，这个料真好。正宗的广式牛杂包少不了炭火和瓦包，瓦包能更好地传热和保温，让炭火产生的热量进一步提升牛杂的香味儿。秋冬季节围着一炉炭火牛杂包，正是人间烟火的味道。说实在，因为我还挺喜欢做这个的，虽然很累很苦，但是每一个熟客过来，他吃完然后觉得，很好吃啊，给到你一些肯定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另一样在粤港澳大湾区长盛不衰的是各式各样的粥品。鲜肉粥是中山沙溪的传统特色粥品，选用新鲜的黄沙蚬煲出雪白鲜香的蚬汤，将蚬肉蚬壳分离，剔除蚬壳后加入香米熬煮。鲜味十足、绵密香滑的蚬肉粥底就完成了。一般都係6點7點都有得買咁樣，煲晏粥出嚟喺個門口嗰啲買咯咁啊！我個個都中意食，我啲有錢又中意，窮嘅又中意，即係大家開心咯。揾多揾少冇問題嘅啫，揾多揾少幾百蚊啫嘛，係咪先啊？哦。沙溪镇盛狮村街边的肥婆蚬粥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老板娘阮慧欣66岁，每天准时出现在摊位。她本人就是能让食客们大快朵颐的保证。挑魚粥，肉餅雞絲，鴨粥，鴨粥。来这里吃粥的人不在乎店面环境，也不介意风吹日晒。10元1碗的蚬粥粥底，还可以加鸡丝、蟹棒、椒蕾等等配料，丰俭由人。個個都好熟嘅，真係好多熟法嘅咧，即係護唔護心，做出嚟一樣食，咁咪一定 OK 咯。魚乾魚乾。没有人说得清楚喜爱喝粥的原因，但几天不吃，就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中山这座城市的人们低调务实，又讲究品质。中山人的口味兼容并蓄，他们既可以接受价格便宜的街头小吃，也能够欣赏酒楼大厨们别出心裁的创作。鲩鱼就是草鱼，在中山喂蚕豆长大的鲩鱼，肉质紧致到弹牙，口感刷新了很多人对鲩鱼的认知。这种鱼被称为脆肉鲩，是中山人引以为豪的特色品种。餐饮江湖竞争激烈，不进则退。为了让挑剔的食客对日常食材产生新的兴趣，中山的厨师们开始了花样翻新的创作。硕大的鲩鱼鱼头，只取最嫩滑的鱼嘴和鱼脸部分，上高压锅蒸。好，干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看看怎么摆吧。浇汁、摆盘，从法式大餐吸取灵感，越稀少越珍贵。
品味的就是那一点点的鲜甜。脆肉化的鱼肉部分打成鱼蓉，涂在紫菜片上，再过玉米薄片油炸。这是一道沙拉，特别受女士和小朋友的欢迎。不论是经济实惠的，还是价格昂贵的，只要有人欣赏，一道菜品就有了存在的理由。即係我哋中式個食材，西式個食法，法式個擺盤。好，大家今日辛苦啦，辛苦啦，係咪先？对啊，今天我带你来看看有什么好食材啊。林家煌带着外甥谭伟来到中山创业，用自己兼具传统与创新的客家菜手艺，在竞争激烈的粤菜江湖争得了一席之地。我进客家菜20年了嘛，我对客家菜的认知也是比较深。一直对餐饮行业怀抱敬畏之心的林家煌，特别看重食材的原产地和新鲜程度。中山真的是一个饮食文化底蕴很深的城市，很多人会吃，他们认可，他们愿意为这个健康买单。就这样，今年我们是约了一个渔民吗？是啊，本身太好嘛，瓮江河的河鲜，所以鱼货还是应该不会少。哎，看美。林老板又送上咗啦？係啊。相好上先係嘛？哦，啱啱到件嘅。件嘢差唔多件嘢咯。哇！係黃人哦。係黃人哦。這條魚好。哇！別跑了，別跑了。你看，多生猛啊！所以它這個好魚。哇！传统的客家美食多以原材料的鲜美而取胜，依傍山林而居的客家人，食材大多取自周边的自然环境，对于山珍和河鲜更是情有独钟。客家菜讲究用料鲜嫩、粗刀大块，不使用过多佐料。蒸河鲜，几种不同的河鲜经过简单调味，在上锅蒸几分钟，鲜味自然挥发，肉质软嫩，柔弱无骨。是啊，你看客家菜，它就讲究食材好，烹饪方法简单，配料简单。啊，包括制作方法都简单，一切从简。如今在中山落地生根的人们，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很多地域。新老中山人不拒绝一切美味的包容性，给了林家煌继续深耕客家菜的信心。谭伟虽然年轻，但从小耳濡目染，在食材的发掘和搭配方面也是独具慧眼。这一老一少成了黄金搭档。这个石蛙王啊，它很挑的，就没有这样环境是长不出来的。石蛙生长在深山峡谷流动的山泉水中，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的石蛙，可以跟很多禽类、肉类搭配烹制，滋味相得益彰。今年的蛙的质量怎么样？哎，好，挺好的，你看看。哦，都在下面是吧？把它掀开。来来，看看这两个。哇！哎呀！哇！很生猛。优质的石蛙1年才能长1两多肉，养殖3到4年才会上市。
香茅也叫柠檬草，芳香清冽，可以做香料，在泰国料理中使用较多。用香茅这种霸道的味道去融合石蛙的清甜，效果令人期待。即使走得再远，人们也不会忘记自己出发的地方。走遍天涯海角，人们还是会去追寻那些味蕾中的记忆。每次吃那些东西，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幸福。我会联想到，哎，我怎么把这些特色菜、特色食材，呈现给更多的食客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我同样的感觉。那些记忆帮我们标记了来时的地图，再去抵达更远的地方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不去飲啊？今晚啊？得啦，啊，好好，好。华灯初上，杨庆华又到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客人比平日来得更早一些，菜品的种类也比平常多出近100道。一时间，後廚如戰場。大家揸緊時間啊，比較忙啊今日啦。呢個華山嘅同我抽嗰邊，放嗰度。三角3、5圍台預備，呢個5台山嘅。要稳住局面，还要靠经验和权威。每天的忙忙碌碌已成为习惯，而在觥筹交错之外，杨庆华还有另一方天地。一个小小的自营农场，是他忙里偷闲的乐园。冬瓜是岭南夏季的当季食材，价钱便宜，平平无奇。一道以冬瓜为主角的菜品，在很多酒楼的菜单上消失已久，却在杨庆华的心里留下了印记。因为这个是我们妈妈爸爸的时候也专做的，小时候我们爱吃这种菜，在餐厅现在很少人做，因为时间比较长，而且的话呢，就他们的话现在做法跟小时候的做法是已经不一样了。冬瓜盅，粤菜中的传统菜品之一。冬瓜既是食材，又是器皿，既能喝汤，又能吃冬瓜肉。酒楼里的冬瓜盅讲究造型和雕花，只有真正钟爱这道菜的人才乐此不疲。半只烤鸭是用来做汤底的秘诀。因为这个是很健康的东西，而且的话，家里面养的鸭你可以放进去，就一个炖那个2-3个小时出来，真的很好吃的。放入冬瓜中的配料多寡，由个人的口味和喜好决定。鸭肉、瑶柱、薏米是杨庆华最爱吃的几样。从盖上锅盖的那一刻起，平凡的冬瓜就要开始神奇的变身。
焖煮的时间大约需要2到3小时，但漫长的过程值得等待。在等冬瓜盅炖好的时间里，还有一道下酒好菜要粉墨登场。黄皮酱焖猪手，主料配料一目了然。被称为岭南佳果、果中之王的黄皮，酸甜可口，且有一种特别的异香。我们的周边的黄皮呢，最适合做黄皮酱，因为那个桌里的黄皮呢就比较酸，你太甜也不行的。黄皮酱焖猪手，清爽的果肉刚好化解猪手的油腻，软糯 Q 弹，甜酸可口。不知不觉，天光已暗，独属于一个人的精彩终于上演。焖煮了2个多小时的冬瓜盅，从表面上看，冬瓜肉已呈半透明。最后的神来之笔是颜值与清香兼具的夜香花，也就是夜来香。这是一种独属于夏天的配料，作用约等于盐碎，出锅时才加。冬瓜盅不但汤水清甜，冬瓜肉也有滋有味。珠三角一带的人们喜爱在夏天吃冬瓜，也是深信它的消暑作用，让盛夏里乏味的味蕾和燥热的心境一同被滋润。为什么要做些传统的菜呢？因为我也不想让它失传，我让我孩子、我的亲戚朋友也知道，原来我们可以有这种菜能吃得那么好的。食物和酒一样，不分贵贱，各种滋味自在心头。中秋节快乐啊！因为我有我的生活，我有我的性格，我觉得就是江湖了。现实的人生千般况味，美食的世界百味杂陈。笑语喧哗时，灯火阑珊处，那些得意与失意都被舌尖上的慰藉抚慰。该放下的放下了，过不去的过去了，明日又是天涯。